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奔跑吧王鹤棣一边与白鹿超甜合体，一边带着显眼包饭程程跳海。从古老的百年暹罗家族继承人与背叛者之间的斗争，到洋溢着青春与活力的芭提雅校园内新老学生之间的竞争，奔跑吧泰国之行仍在继续。郑恺化身大学数学社泰南辣的学长，正在努力地为社团招新，奈何任凭郑恺如何努力，来来往往的学生似乎都对数学社兴趣不大的样子。入学新生白鹿和周深结伴同行，正在商量午饭要吃什么，被郑恺热情地拦下，甚至还为他们画了一遍爱心函数。只是这波耍帅的操作，只给人留下了油腻的形象，简直就是在反向招生，将往外推的节奏。就在白鹿和周深拒绝加入数学社的时候，另外一位数学社学长王鹤棣骑着单车而来，一路引发无数尖叫。就连白鹿和周深也被王鹤棣深深地迷住了，不自觉发出了惊呼之声。王鹤棣询问郑恺招新情况，得知进度不理想之后，打算再次尝试，哪知道仅只是拿着宣传单振臂一呼，就得到了无数迷妹们的支持，场面火爆到和郑恺刚刚的遇冷简直就像不在同一个社团一般。刚刚郑恺画了一个函数心，把白鹿和周深给游到了，而王鹤棣说了一个520，直接俘获了两个人的心。白鹿从刚刚的果断拒绝到现在的主动加入，只因一句我也不想加入，可是他对我说520爱。从一开始就无人问津的郑恺，王鹤棣来了之后更是直接将所有人都带走，令郑恺成为了孤寡学长。此时数学社的学长李晨与学姐 Angelababy 正在悠哉地逛超市，出去结账的时候才想起来还要帮社团纳新。招新结束后，所有的成员都要在数学社大本营集合，进行社团活动。成员们分为新同学和老同学两个阵营，这个阵营的分配令全场年纪最大的沙溢十分疑惑，在学校念了10几年，竟然都还没混成老同学。除了新老同学之外，还有一位从来自曼谷的同学也加入到了数学社中。她是太极华裔女歌手和演员杨云晴，既会说中文也会说泰语，可以直接为其他成员在线翻译。比如每位成员的衣服上都有他们的泰文名字，杨云晴就可以挨个为他们念出名字的泰语的发音。只是从一开始，这个翻译的过程就好像不太一样，因为从沙溢开始，越往后越离普通话越近了。最搞笑的是，最后除了王鹤棣变成了王鹤多豆之外，其他人的名字泰文发音都与中文很像。在1年1度的泰南辣数学社纳新日这一天，有一个传统，需要由新老同学搭档，之后进行一场关于数学的竞赛，最终胜出的搭档便会获得数学社的荣光之称，而失败的搭档将无法加入数学社。李晨作为老同学，还妄想有什么特权，却被节目组告知，这个比赛比的数学的实力。关于搭档的组合，也是要通过比赛进行分配的。在进行比赛之前，成员们需要向杨云晴学习泰文的数字1至10。当白鹿熟练地念出黑板上的数字之时，直接惊呆了旁边的周深。周深以为白鹿本来就会念，结果白鹿却平静地告诉他，看下面的拼音就行了。白鹿这样聪明，会显得旁边人很呆吗？学习泰语1至10的发音很重要，因为组队的决定方式就是用泰语念数字吹蜡烛。成员们依次出场，按照抽取的数字用泰语念出发音了，将蜡烛吹灭。这个过程中不允许用其他方法助攻。比赛结束之后，根据抽中数字的大小，
由老同学对新同学进行选择，完成组队。比拼从郑恺这里猝不及防地开始了，他尝试了2次之后就成功了。王鹤棣是十分努力且有信心的，只是力气用过了头就会出现意外，比如他努力到连口水都喷出来了。对于不会吹口哨、不会吹气球，还爱笑场的白鹿来说，这个游戏应该是很难的，却没想到他竟然那么顺利就挑战成功了。身为歌手的周深用气用得最熟练，只是刚开始的时候似乎用反了方向，差点不是吹灭火苗，而是将火苗吸进鼻子里。Angelababy 完美复刻周深成功的后半部分，掌握住了精髓，用充足的气吹灭了蜡烛。李晨抽中了最难的数字1，尝试多次，就连口水攻击都用上了，蜡烛还是没有被吹灭。在周深亲自下场演示之后，李晨终于挑战成功。本土嘉宾杨云晴竟然开局就被这个小任务给难住了，疯狂尝试，努力到沙溢想要给他放水的地步，最终都没有挑战成功。到了范丞丞更是有意思，嘴张得快要把蜡烛给吃了，可火苗愣是纹丝未动。最终为分组而进行的挑战，只有杨云晴和范丞丞2个人没有挑战成功。抽到更小数字的人可以优先挑选组员，万万没想到竟然会有人拒绝 Angelababy。00后果然很勇。范丞丞在 Angelababy 选人的时候举手了，却说自己拒绝，只为让姐姐尝试一下被人拒绝的滋味，又皮又勇敢。不过规则是老同学选新同学，范丞丞的拒绝无效，依然还是与姐姐成为了搭档。王鹤棣与白鹿十分默契的组队成功，果然是合作过以爱为营的老搭档了。分组完成之后，社团任务正式开始，每个成员都要进行抽签，拿到属于自己的数字，每个任务排名最后的人会被直接公布数字，获得第1的人可以询问一次某个数字属于哪个同学。同时获胜的组还可以选择调换搭档，既可以换自己的搭档，也可以拆其他组的搭档。任务完成之后，组内数字之和最大和最小的便是最终获胜的2个队伍。又是要进行勾心斗角的一天，范丞丞声称自己知识和真诚，仿佛忘记了上一次偷袭了多少人，趁人不备撕掉了多少张名牌。第1个任务点是在泰国很受欢迎的景点芭提雅四方水上市场，成员们将在这里进行一场穿梭在水上市场里的木头人。5组搭档之中将有1组作为追队，其他4组作为逃队。在逃队完成任务的过程中，追队可以用对讲机喊出1、2、3木头人，此时逃队的所有成员需静止3秒，并单手击掌。若追队拍到逃队移动的画面，则被拍到的队伍淘汰。逃队先要根据拿到的照片，找到照片上的店家，从店家那里拿到任务卡，率先完成任务的一组得分更高。追队抓到1组人，便可以积3分。得分最高的一组可以验证任何一个数字，所对应的成员也可以调整搭档，被淘汰的成员会被公布对应数字。第1轮开始之后，杨云晴利用本地人的优势，直接用泰语交流询问，第1个找到了照片上的店家。Angelababy 跑在范丞丞的前面，拍摄视角瞬间变得非常奇怪，像极了范丞丞正在遛 Angelababy。郑恺与沙溢先是盯上了王鹤棣与白鹿，奈何2人太过谨慎，后又盯上了李晨和周深，结果根本抓不到，一个都抓不到。各组的任务都在热火朝天地进行着，兜兜转转，沙溢和郑恺又盯上了白鹿和王鹤棣。对于沙溢来说，能不能得分似乎不重要，但是掌控一切的快乐让他的笑声越来越放肆。王鹤棣和白鹿主打一个打不过就加入，有沙溢和郑恺任务肯定是完不成了。
直接跑俩人身边坐下了。死磕到底不是只有他们会。沙溢和郑恺嘴上说着放过他俩了，可当他们完成任务之后，又返回来死磕。白鹿和王鹤棣十分艰难地跑回了任务点，获得了第4名。而作为追队的沙溢和郑恺，因为没有得分，排名最后，惨遭淘汰。沙溢和郑恺的名牌被撕掉后，露出了他们抽到的数字。原来场上的最大值8就是他们，而最小的组合就是白鹿和王鹤棣，都抽到了一个1。杨云晴是第一个完成任务的，询问出老同学里抽到1的人是王鹤棣之后，便将王鹤棣与郑恺做了调换，直接拆散了最大值和最小值的2组。第2个任务点是芭提雅的海岸线，有东方夏威夷之称的阳光海滩。在这里进行的任务叫做奔跑在阳光沙滩下的泳圈泳帽，所有人钻进游泳圈里，其中一组将灌满水的泳帽套到任意一组同学的头上，之后按顺时针逃跑，跑完2圈后占领被攻击组的位置，便可得分。获胜组可以的1分，被抓到的组要被扣2分。开局就是范丞丞和 Angelababy 做坏人，虽然嘴上说不想，可2人的嚣张却已经暴露了他们的心里有多开心。2人拿着灌满水的泳帽，所到之处皆是求饶的声音，只是嚣张不过3秒，选中了王鹤棣与沙溢之后，还没跑出去就被狼狈的给按在地上了。幸好这只是1局试验，王鹤棣特别不满，都湿成这样了也不给1分。导演淡定地告诉他，总会湿的。说好正式开始这1局，不再弄沙溢和王鹤棣了，但是范丞丞那颗倔强的心啊，就是不愿意屈服，还是重复了上1局的选择。因此2人的结局也是一样，还没跑出去呢，就被王鹤棣和沙溢给逮住了，2局没有任何区别。王鹤棣与沙溢也不服输，范丞丞弄他俩，他们就要弄范丞丞，结果原本可以赢的，却因做错了位置，遗憾被抓到。郑恺原本想要给范丞丞拱火，让他和沙溢、王鹤棣死磕，结果吃瓜吃到自己的头上，被范丞丞盯上。然而郑恺小猎豹的外号不是白来的，带着白鹿把范丞丞和 Angelababy 快给逼进海里了。泳帽套不上，跑也跑不了，玩得那么菜，还要平等的招惹每一组，范丞丞这把算是破了大防了。跟范丞丞一组虽然镜头多，但格外辛苦，所以 Angelababy 好像很久没有如此狼狈过了。而郑恺玩游戏主打一个努力，完全不顾同伴的死活。白鹿跑出去的时候摔倒了，郑恺还在努力往前冲，直接将白鹿生生的给拖走了。或许是受了王鹤棣感染，沙溢这局格外的拼，并且由于他们组与白鹿、郑恺已经结盟了，所以还进行了一场被放水的表演局，得分的很是轻松。范丞丞上1秒还在说他们这组是最认真对待游戏的，不像别的组还在控分，转眼就和王鹤棣一起跳进海里了。就说2个显眼包不能合体出现在综艺里，否则场面根本不好控制。工作人员担心他们的安全，可他们却只想跳进大海寻找自由，根本没有人能管得住他们2个人。在这个任务中，王鹤棣是有资格放松的，因为他和沙溢得到了第1名，可最后1名的范丞丞也不知道在开心啥，都要被公布数字了。如此疲惫的一场比赛结束了，可接下来的竞争也并不轻松。奔跑吧跑到了泰国，来到了美丽的芭提雅。这场激烈的收官之战，以美丽的景色为背景，狼狈着却欢笑着，所有人都在为终极之战拼尽全力。越来越精彩的比拼，越来越艰难的任务。奔跑吧最后一期，笑点太密集了，很难不让人继续期待呀。